这一对，掌声有请。男嘉宾小吕，24岁，来自吉林，是一名个体；女嘉宾小梦，同样24岁，来自内蒙古，是一名销售。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是在大学毕业之后同学的聚会上认识的，是吧？对。多久了？有1年多左右了。哦哟，1年多左右就这样了，发生了什么呀？他之前对我一直百依百顺，对我特别好，而且一直很大方啊。现在变得越来越抠门，还和其他女生搞暧昧，跟我动手。哎，我什么时候搞暧昧了？我什么时候跟你动手了？你把话说清楚，不要这么轻易冤枉人啊！我哪有冤枉你？你就先说这2件事吧，先说暧昧。那天的时候，我翻他手机，翻他微信，我又看见他和一个女孩聊微信，聊得特别亲切，寒暄问暖。我突然发现还给他转了1000块钱，我当时特别生气。是这样，就是当时我不是开了一个摄影工作室嘛，在我们那儿实习有个那个小姑娘，然后她生病了，然后给我打电话说不想跟家里要钱，能不能预支一下工资？我说可以啊，这个工资反正早晚都是支嘛，反正生病了，然后就支给她了。啊。然后我又简单的寒暄了几句，礼貌性的，我感觉挺正常的。员工是吧？对对对。你怎么不关心我呀？我是你女朋友好不好？这是你说的暧昧是吧？对呀，寒暄问暖，他现在对我都从来不这样。哦，有点吃醋了啊！再说说动手的事儿啊，就是那天他回来嘛，回来以后就跟我又吵又闹的，就说我在外边有事儿又有人了。然后我正在那跟客户打电话。主持人你知道吗？其实是这样的，那天我就给他打电话让他去接我下班回家，因为挺晚我也挺害怕的。这时候他呢，他送别的女孩回家了。没理我。是这样，就是在我们那实习有2个女大学生嘛，因为年龄也不大，然后现在天黑也挺早，经常加班挺晚的，然后现在天气越来越冷，我也顺路就送他们回去了，而且他那个地方离家挺近的，就打车就是个起步价，就可以回去了。哦。那天晚上他就一直打电话，回去完以后也一直打电话啊，一直打。本来是有点事情想问问他，然后呢他一直打电话不理我，眼神看都不看我一眼，我就特别生气啊，我当时就不小心把手机给摔在地上了。你那是不小心嘛？他把我手机摔到地上之后，看手机还亮，拿脚夸夸一顿踩。不，然后不小心踩着了，想走，结果手机硌了脚，是吧，姑娘啊？这件事吧，其实都是一些小事儿。我们相恋已经1周年了。过1周年的时候呢，我本来是准备礼物送给他一个惊喜，买了一双皮鞋，他就一直数落我说我败家，大手大脚，一直数落我，我当时特别伤心。当时那个月的确我也没有钱了，我跟他说就是先别过了这个1周年，他非要过，而且他那天把他一个月的工资都给花光了，我这样发现也不行啊，也不是这么回事啊。那天也是我的护肤品正好也是用完了，想让他给我添置一套，也不是很贵，也就是1000多块钱，他特别抠门儿，不给买。有闺蜜吗？有。那就好办了。保时捷期间嘛，买一套团拼一套嘛，哎，省钱，相当于打对折啊，加1块钱啊，对吧？啊，接着说你们的事儿吧。其实1周年这事儿的话也就过去了，然后过着我过生日了嘛，过生日那天晚上他下班回家，2手空空回来，手里什么都没有，连个蛋糕都没有。我暗示他，你知道今天是什么节日吗？他说他不知道。我说那也就算了，我跟他说是我生日，我说出去约个会吃个饭，他不去。他说累得不行，那天是加完班回来已经挺晚了，没记住他生日，的确我不对，然后当时也跟他道歉了。然后那天我不是给你叫了一堆好吃的吗？猪蹄子你不也啃得挺香的吗？你还好意思说这个事儿？你说你这样对我，我太寒心了。之前你对我特别大方，就是说我们2个去逛街吧，我要是说在街上看到一件衣服，我要是多看2眼，立马掏钱。特别大方，但你说他现在自从开完那个摄影工作室以后，他说他1个月能挣2万多，我觉得我花的也不多呀。我感觉花钱要有个上限吧，然后他平时总是特别爱买包啊、衣服啊，然后还总有自己的一套思维逻辑，又说什么包治百病啊、百依百顺呐。包这个东西是看眼缘的，知道吗？是可遇不可求的，你知道吗？再说我也没有不背呀。包的事儿我就不说啥了，还老成天跟我嘟囔必须要百依百顺。他那衣服1年穿1件，就每天穿1件都不带重样的。这到冬天了跟我说还要再买几件衣服，我说那去年那买的一堆衣服不都还没穿呢吗？
还买啥？我一说冬天的衣服就那么2件，多寒碜呢！你总得有个换洗的衣服吧？我感觉花钱总得有个节制吧。然后他还总就是爱买一些有的没的东西，你知道吗？每次见着那抓娃娃机，他就走不动路了。别人都是买10块20块的币子，我都要买200-300的。然后家里床头柜上、沙发上、地上都是娃娃，我都快成娃娃了。你还说这个事儿，你不抓的也挺开心的吗？一波接一波的。好，总是这么数落我。这都过去的甜蜜。说动手的事儿吧。动手，你问问他。我压根就没有动手，就是那天上次。我正在跟客户打电话，他过来把我手机给摔了，又踩了2脚。对，然后当时我就过去捡我那手机，我就轻轻推了他一下啊，然后他就摔了，他就说我动手打他了。你那是轻轻推一下，你知道有多大劲儿吗？你一把把我推在地上，你也不拉我一把，还大声吼我让我滚。可能当时那个挺重要一个客户电话也没挂呢，然后又踩我手机，我当时有点激动，然后就想过去捡手机，就推了一下。他也不用在这儿解释什么了。这么长时间了，就是对我越来越冷淡。我觉得也是特别的委屈。是这样，就是我之前工作就挺轻松的，每天的确对他挺用心的，时间精力放挺多，都放在他身上。但是后来我创业了，然后我要带我的团队，我认为事业成了，爱情才会更加美好。他说这个事情，我也曾经帮他想过分担。我说去做其他行业，因为我现在是在我朋友家一个琴行上班做销售。他不让我去别的地方工作，他觉得那边的话比较安全一些，比较踏实一些，就接触不了很多人。你是想被他分担的，对吧？对，我想一起去奋斗，但是他不肯。我感觉小姑娘就应该就是轻轻松松的有一份普通的工作，朝9晚5的待着就行了，然后赚钱养家交给我。我也没听出来你们这个冲突到底在哪儿。女生是觉得怎么了？她不关心你了，我就觉得他之前对我很大方，而且的话对我特别好，每天晚上还给我洗脚，还给我捶肩。他现在理都不理，就天天就是打电话，我感觉这些都是可以解决的问题，然后她就跑到她闺蜜家去了，给她打电话也不接，发信息也不回，联系什么都得通过她闺蜜，然后。今天我也把我俩共同的朋友，就是她闺蜜也请过来，也希望她闺蜜能劝劝我俩和好，因为还在她闺蜜家住着。行吧，来吧，闺蜜是吧？来，有请啊。你闺蜜？对，我是她闺蜜。这个住你那儿呢？对，现在住我那儿，然后跟男朋友吵架了然后特别不开心，然后现在住我这儿住了有好长时间了。她是跟你怎么数落她男朋友的呀？她最近就是情绪特别低落然后也不给她男朋友回电话，短信也不回然后每天就跟我说我男朋友好像不爱我了。你烦不？他们俩是我介绍的因为当时同学聚会上然后这是我大学的朋友然后特别喜欢我这闺蜜然后俩人就一见钟情，然后当时我就是中间撮合他们俩好的。所以现在难做了。对，现在做到这个地步吧，其实我心里特别别扭，因为2个人好的时候特别好，就之前的时候一起出去吃饭去的时候男朋友对她110、100顺的，然后现在闹成这种地步，其实我心里特别难受。今天来我就特别希望他们俩在这个舞台上能把这个矛盾解决了，然后能够和好。那你觉得他们俩的矛盾是什么？我觉得他俩就是缺少一点沟通。其实亲爱的，他这样真的今天挺诚恳，他都来到这儿了，也是希望俩人能够和好。我请教一下这位闺蜜，如果他们2个都有错，你觉得谁的错比较多？其实2个人吧，就是缺少沟通，其实没有什么谁对谁错，就可能是缺少沟通，就有点小的矛盾。那我问个问题如果说你的这个闺蜜身上有缺点，你觉得她最大的缺点是什么？作为好朋友来说吧，她可能就是刀子嘴豆腐心那种的。她的男朋友说她败家，你说她败家吗？女孩嘛，肯定都特别喜欢美。闺蜜嘛希望他们能好，对吧？对，我真心希望他们能够和好如初。好，我们试试，努力一下谢谢能来，请回有这么好的朋友也是不太容易其实来到这儿，我今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要向你坦白。其实我就是并没有像所跟你说的能赚那么多钱，有时候能赚2万，实际就是平时最多的时候也就能赚7、8千，因为成本很多嘛。然后但是跟你说赚了很多，然后平时也怪我特别惯着你纵着你。
然后导致我也到毕业都2年了，也工作好久，创业好久，到现在1分钱也都没攒下。钱不够花，还得跟父母偶尔要一些钱，或者跟朋友借钱，还得刷信用卡。然后我感觉这样下也不是回事儿，因为未来毕竟还是要结婚。哎，你是挺遭人恨的，你早跟他说。女生在乎他这些吗？我不在乎他没有钱，你在乎，但是他不可以骗我。这个听到突然吗？也是挺突然的啊。因为之前的话是一点都没有感觉到。所以一个硬币一定是2面的，就你听到突然的时候，对不起，我也觉得特别突然。我一开始的判断是2个人感情挺好，至少你是关心他的，只是你在闹小脾气。但是这个男生说完这件事儿，你又觉得突然的时候，我觉得你在生活里压根儿就没关心过他。他跟你说他挣多少和他实际的这个收入，你应该是有判断的，你可以从他的脸上读出来，你可以从他的情绪里体悟出来。所以对不住啊，闺蜜，你刚才说不愿意拆啊，反正我个人还真的有点不太看好他们的。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我听你们这一对觉得有点感慨哦。男生啊，我觉得你就4个字，你弹尽粮绝了。你以前打肿脸充胖子，明明赚的没有很多，却百依百顺，他要什么就买，你何必要装呢？你应该好好的跟他讲，我现在就是这个状况，你还能爱我吗？不要再打肿脸充胖子，你不能活在虚晃之中。女生，我想跟你讲一件事情，我觉得真正的爱是能够同甘也能够共苦的。你们以前同甘过，但是你们现在苦的来了，你们能共苦吗？你们2个如果不能同心，我觉得你们走下去非常危险。不如早一点分开。好，真的。谢谢国伦兄啊，姚老师。我是觉得他们俩之间好像是有一场误会似的，就是一开始我觉得男生那个戏演过了。一开始你就营造出这么一个特别美丽的国度，把她捧得像公主一样，但是后来因为你自己开始创业，包括你自己毕竟也没有那么强的经济实力，就会让他觉得自己像被从那个宫殿里一下被扫到大街上了一样，这个心理落差可能女生会觉得很难去接受。女生可以好好的想一想，你们2个人就是要不要走下去，如果要走下去，你们俩就要同甘共苦。包括他现在在创业期，真的一个人要创业是非常非常艰难的，他可能这个金钱上精力上都会就是非常的艰苦，他没有办法顾及到那么多，没办法顾及到他的家庭。所以如果你愿意跟他一起来创业，可能你需要做好这样一种准备。好，谢谢姚老师啊。涂老师，与其说弹尽粮绝，不如说精疲力尽。爱不起了，就好像一个人总是踮着脚尖往上够，他够了一段时间之后，他累了，脚尖酸了，说他够不动了，所以就爱不起了。其实女生，我为什么会问你闺蜜那个问题？你在所有的陈述自己的爱情问题的时候，没有一样不是涉及到钱的，包是如此。衣服是如此，化妆品也是如此。即便再说到你的男人对别的女生产生好感的时候，你在乎的也不是说他跟那个女生之间的某些互动让你愤怒，而是在乎他转了1000块钱给别人。几乎所有谈到的全部都是钱。所以说，男人一旦是在往一个女人拼命的砸钱来充实自己的自信，你的这种自信一定是短暂。而一个女人如果挥霍无度，她长得再美也是让人厌恶的，因为她不心疼这个男人。所以我觉得你那个闺蜜也不是好闺蜜。我认为真正的好闺蜜就应该真实的说出你的情况，让自己的好朋友、好伙伴面对自己的问题，而不是尝试着掩盖。我以前经常说，男人是挣钱的耙子，女人是存钱的匣子。一个挣一个省，这叫过日子。
而永远靠男人买包的恩宠来过日子，这种日子还过得下去吗？那不过是一阵子而已。你们还是找适合自己的，就这个。有什么要说的吗？这么长时间了，我能够理解他那份心情和那份压力，但是我觉得他不应该一直瞒着我。你现在需要面对的是说，你真的爱过这个男孩，你都不要回答我的问题，你就问你自己就行了。第一是，你真的爱过这个男孩；第二是，如果真的爱过，你爱过的是这个男孩为你花钱，还是这个男孩在不给你花钱的时候表现出的温柔体贴或者周到？男生也得想这个问题哦，就是我到底为什么爱这个女人？爱上她的是什么？我要的是怎样的一个女人？你们把这个问题想清楚，就没那么多苦恼了，好吗？啊，闺蜜也谢谢你能来哈。朋友最重要的就是指出朋友身上的不足。朱老师说的非常好。好了，下面让我们一起进入港蓉蒸蛋糕，好吃不上火的黄金60秒。可能以前是我错了吧，我错误的以为用物质把女朋友宠得无法无天，就能相爱在一起一辈子，导致我俩现在花钱这么无上限无节制。这段时间你不在家，我也特别认真的想过，我打心里认为你不是那么物质的女人，还是那个以前特别单纯可爱活泼的你，我还是想跟你在一起。两个人在一起，有什么困难要一起去分担，你也不必说骗着我或者是瞒着我什么。那你有困难，我也可以去帮助你，咱们两个一起。但是我觉得你这么瞒着我，是你真的是做错了。谢谢两位，请回，请考虑，谢谢。来，请关门。来吧，我们看看他们自己的。女生，你当时喜欢这男生什么呀？他一开始的时候真是对我特别好，特别关心我啊，无微不至，关心，无微不至啊。我也没有想到是这样。姑娘没什么啊，一段感情它分开了，其实是挺正常的一件事情啊。是什么原因？你们两个人自己心里清楚就好了。这个时候是需要闺蜜的，来，闺蜜上来啊。我认为什么是好朋友？好朋友是说，朋友碰到那种特别难过的坎儿的时候，你陪伴在他的身边，而不是给他建议。来吧，没事儿啊。我希望通过今天这个节目，你们可以明白一些小的生活道理。什么是真的朋友？什么是真的好闺蜜啊？闺蜜来的嘛，这个是一定要送的，是由易贝诗提供的保时捷专享号。在保时捷期间，闺蜜拼团加1元多一套，还是要祝你们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好吗？两位请回吧，谢谢啊，来，请回，请回，请回。